春天的大豪公园湖畔真的超美的。晚上我们来到五鹤公园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可以看夜间樱花的哦。哇，超美的哦！这次4天3夜，就跟着我们的脚步来一场刚刚好的福冈旅行吧。大家好，我是佳佳，这次我来到福冈啦，准备玩4天3夜。那第一站一定要来吃碗博多最有名的豚骨拉面，对吧？点了一份主打的豚骨拉面，而且现在吃的这间店啊，它是泡西拉面的发源地哦。汤头的表层有一层泡沫，喝起来很细致软绵。它先用搅拌机打碎之后，才会有这种泡沫产生。那这个套餐它有5片猪肉，味道还不错，就是有点干。接下来来吃它的面。面的软硬度刚刚好，君姐也很满意这个软硬度，跟店家讲2号就可以了。这个面条软硬度适中，再淋一点它的汤头，哇，很香哎。接下来吃它的饭了，它上面那一团烧肉摆加上沙拉酱，是整个是冷，然后刚好饭是热的，配起来还可以。再喝一口那个汤。我真的喜欢这个汤头，不会太咸，味道刚刚好。这里，请看这里。接着我们来到了筑吉神社，这里被视为日本第1的筑吉宫，也同样也是日本3大筑吉神社，主要侍奉筑吉3神，守护航海安全、消灾解厄等。这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哦，就是在筑吉宫左侧的地方有一个大力士，据说只要把手放在他的手掌心，就会获得神力哦。接着筑吉神社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惠比须神像。你想求什么就摸哪里，摸肚子求健康，摸鲷鱼求财运，摸钓竿求交通平安。等等，金姐嘞？全部摸，全部摸，全部都有，全部摸。什么都想要，真贪心。我来也求一下，摸肚子，摸鲷鱼财运，摸肚子健康平安，摸钓竿交通安全，摸手手，还有摸脸颊。这是我们这次入住的旅馆，离地铁步行大概6分钟左右。哇，好日式的感觉哦。对。嘿，这次我们来开箱了一下我们在福冈住的旅馆。我们这次入住的是日式都会风格，它幕墙的质感让我们感觉很温馨，还有它的窗户是日式大门风格哦。整体的感觉会再通透一点，空间稍微放大。那它的厕所也是干湿分离，很干净，而且一进来有一股淡淡的香气。很舒服，然后这间的价格呢，大概是3000出头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考虑一下哦。不过美中不足的是，走道真的有点窄耶。现在到了夜晚，福冈最迷人的画面之一出现了，就是屋台。而且福冈是少数把屋台文化保留下来的地方，尤其是在夜晚的时候，这里会瞬间切换成深夜模式哦。而且我觉得它这里最特别的地方不是食物哦，是距离感，因为这里座位很小，大家都坐得很近的关系，所以老板跟客人之间就没有太多的隔阂。晚上的中州真的别有一番氛围的。跟大家说，福冈夜晚真的是让我太意外了，除了中州屋台之外，还有旁边博多运河城的夜间水舞秀。水舞秀会随着音乐变换高度跟颜色，晚上来看这个真的很值得耶。还有旁边一兰拉面总店的表演也超嗨的。是啊。两边都是拿扇子，中间是拿笛子的，跟琵琶啦。大家如果有来福冈的话，夜晚一定要来这些地方看看，超棒的。五鹤公园这一带本身就是福冈城基，旁边接着大豪公园，历史跟休闲刚好重叠在一起，大家可以来这边逛逛，很舒服的。尤其是在樱花季的时候，石墙旁边开满了樱花，真的有一种很日剧、很大和感的感觉，真的是很美、很漂亮。嗨，嗨，难得遇到满开的樱花，拍几张照纪念一下吧。
进神社之前，先来净身洗手，这是参拜前的基本礼仪哦。现在我们来到的结田神社是博多的总镇守，当地人会很亲切的叫他接天上。这里主要是保佑不老长寿跟生意兴隆的，无论是当地的居民或是旅人都会来这边走一趟，而且里面还有一个必看的千年银杏，带大家去看一下。眼前这颗就是千年银杏啊，好壮观啊！接着我们来拍明太子面包，现场已经有不少人潮，看来真的很受欢迎哦。来到了，那你看到吗？那个明太子，它的黄金时间只有30分钟内，大家试试看。酥酥脆脆的。然后我觉得我拿到的这一条已经没有到非常热了，但是还是有微温的状态，应该还算有在黄金时间里面吧。它可以听到卡斯的酥酥脆脆的声音，超好吃的明太子面包，大家如果来福冈一定要试试看这一家。不过我们排队将近快40分钟才排到的哦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天神地下街这边，它这边的地板灯饰整体很有欧洲地下长廊的感觉。金姐你觉得呢？太暗了，不喜欢。这里整体的感觉是比较暗色系一点，看上面黑黑的。而且它这里超级会一路连接很多百货跟商场，走起来很舒服，不用晒太阳。缺点是什么？你可能会失去方向感，因为你不知道哪条接哪条。对，乱乱的。现在来到的就是 Mina 百货，这边有 Uniqlo、Lofi， 然后还有 GU 各种平价品牌的服饰店都在这边都可以找得到。走着走着就到了大豪公园，找了张长椅坐下来，静静的欣赏这片湖畔。春天的大豪公园湖畔真的超美的，不过还是有点冷。如果春天来的话，记得要加一件外套哦。哇，我们金姐包的超紧。晚上我们来到五鹤公园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可以看夜间樱花的哦。哇，超美的哦！智慧票价吗？偷偷跟大家说，刚刚金姐想省钱不想进来，她觉得非常超值，赞哦！由上往下看整片夜莺，有种置身幻境的感觉，好梦幻啊！看完夜莺，肚子也饿了，来吃一间博多很有人气的沾面店。有几块猪肉在里面，然后它的酱呢不会太辣。炖的刚刚好。软嫩。不敢吃辣的我，吃这个其实还可以接受，微微的辣度。还有它的面条，是稍微粗一点点的面条，面的厚度、辣味跟咸度一起往上提升的，很好吃。今天我们的第一站是海滨公园这边，带大家来看海景。这福冈市区这边最近的海景哦，这边有一个欧式的建筑可以拍照，也很漂亮哦。大家如果来的话，可以先下楼梯拍照，再去沙滩上走一走。现在我的正前方就是沙滩哦，这海风超大，这真的超大了，帽子不知道掉了几次。不过天气真的很好，万里无云呢。早上说还有点云层，现在完全没有云了，但是就是风大了一点。大家快看，金姐的头发好飘逸哦！现在准备去这里看看。
日本最高的海冰塔福冈塔。来到123公尺高的展望室这边来参观一下，带大家看一下这里的风景，超漂亮的，连刚刚的海边风景都可以看得到哦，真的超漂亮。在里面不用忍受刚刚的海风，慢慢的欣赏这些海景，太舒服了吧！整个海滩就像一个爱心一样，大家快看这个形状，好可爱哦。现在来到了拉拉破，这里还有一个日本最高的钢弹。虽然我不是钢弹迷，但是现场看到这个巨大的钢弹还是很震撼诶。据说这个钢弹将近24.8公尺高哦，真的好大一只哦。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来前门这边看一下，很特别哦。接着我们来去逛一下拉拉破。大家知道这个拉拉破是一个综合型的商场，在台湾也有了。里面的店铺大概有220间左右，来去逛一下吧。来吃烤肉吃到饱，就在拉拉铺里面。这里60个种类的话，一个人是3000块，是不是超划算？现在来吃吃看哦。你看它60种里面有啊，像是这个泡菜、烤蔬菜、汤、五花肉、面条，还有儿童套餐，酒是另外加价的。鸡肉、猪肉，除了日本语之外，你也可以选择简体中文的 menu。来了，这个还是很特别，也是回转的哦。来喝它的牛肉汤哦，小小一碗，蛮刚好的哦。哦，很香哎。来吃块牛肉。有微辣，然后也有鲜甜的那个汤头，还有它这个里啊，还有那个沙拉的吃到饱沙拉吧台，接着来吃它的牛肉咯，中间包一点泡菜，来吃一口看看哦。很嫩耶。我这是炙烧牛五花，然后其实它没有那么油。刚刚金姐烤好的猪肉来吃看。哦，好酥哦。金姐真的很会烤，猪肉烤的酥酥脆脆的，超赞。吃饱后来逛逛街，顺便消化一下。现在我们来到柳桥联合市场，也是博多的厨房。那这边总共大概有50家店左右，我们带大家去逛一逛。这里还有博多最有名的明太子哦。那个啊，才200块耶，一次哎。我也便宜，一次很贵。这是我们刚刚在市场里面点的比较道地的炸物，来吃吃看喽。贵。这边它主要摆出来是冷的，然后你刚刚买的时候可以跟他说我要加热，加热的话你就可以现场直接吃。你觉得刚刚的蛋怎么样？不错，不会太油腻哦。对啊，蛮好吃的。就是这家我们刚买一盒差不多900多块日币，接下来吃到欧蕾哦。会必说的很对。哦，它有在炸过对不对？欧蕾有那种酥酥脆脆的感觉。而且它加热的时候，它不是只有用微波炉，它还有在帮你稍微炸过，所以咬起来口感是稍微酥酥的。它的藕类一定要点点看，蛮好吃的。它牌子上写人气，所以我们直接买了，没想到真的很好吃。你自己包。跟大家说，这间店有80年的历史了，现在是第3代在经营的天妇罗店铺。大家如果有来柳桥联合市场这个博多的厨房的话，一定要来吃吃看。住到那个太宰府菜，420块。这座临时参拜店的屋顶上种满了大量的植栽，
是为了呼应天神之声的意象，让建筑跟周围的森林融为一体。而且明年这个时候就要进行整修工程了，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可以来这边走走哦。现在我们来到太宰府天满宫，这里主要供奉的是菅原道真，也就是学问之神。很多考生会来这边参拜，保佑合格顺利。这里也是天满宫的总本社哦，大家知道吗？门口一进来就会看到御神牛，这个御神牛有相当特别的故事哦。据说当初菅原道真过世之后，载着他遗体的牛车啊，突然到一半就卧地不起，所以呢，当地的人们就把菅原道真葬在那个御本殿。目前天满宫里面有11座神牛，大家可以找找看，11座神牛会不会收集齐呢？这个御神牛，据说摸头的话可以保佑聪明，让你的脑袋更灵光。我现在应该要多补补我的脑袋了。我摸了很多。现在金姐要来抽签哦，左手，对，大家记得要左手抽签哦。金姐抽到中级，没拜哦。来，抽一个，抽到了这个，祝大家都顺利啊！来太宰府一定不能错过它的梅枝饼啊！大家知道梅枝饼不是用梅子做的哦，虽然它有梅，但是它的外皮是用粳米跟糯米做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然后里面包的是红豆馅料，刚用好了，先来吃一口。哦，外皮微酥微酥的，蛮弹牙 Q 弹的感觉。然后里面的红豆馅料也刚刚好，甜度不会太甜。热热的是刚刚好，刚好现在天气有点冷。跟大家说一下，我后方这个建筑就是那个太宰府这边的星巴克，它相当的特别哦。它上面的那个屋顶啊，是那种木构的编织感，感觉像走在那种木头的时光隧道的感觉，非常有特色，大家可以来看一下。现在来太宰府旁边的一兰拉面用餐啦。这个一兰拉面很特别哦。尤其是它的碗相当的特别，是五角的哦。大家知道为什么是五角的吗？因为日文的五角跟合格发音相同的。它的水杯也是比一般的伊兰拉面的水杯还更高一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现在吃哦，据说碗底就有占卜。据说它的面也是59公分的长度哦，不太确定到底有没有。应该有吧。开个口罩，暖暖身体。汤头还不错，刚刚选的口味偏清淡，还可以。最后把汤头倒在金姐那边，来看一下底部的占卜是什么呢？底部的占卜是决定。决定喽，决定好就去做吧。这里是很有名的结缘神社，主祭神是寓意机密。那这边除了守护爱情之外，同样的也有守护着人与人的连结，像是家人、朋友或者是同事等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来参拜一下。看镜头，而且刚刚金姐还抽了签，抽了什么呢？抽了大吉，代表她的恋爱会。对。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